8岁女孩遭遇性侵割喉，声带被切成2半。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詹妮弗，她和单亲妈妈艾伦住在一个破烂的小公寓里。从小就怕黑的詹妮弗基本上都是和妈妈一起入睡。1990年8月9日，母亲因为第2天要早起，便让詹妮弗回自己的房间睡觉。詹妮弗回到卧室开始看书，一直到自己睡着。早上，艾伦走进女儿的卧室，发现卧室的窗户开着，詹妮弗却不在房里。这间卧室的窗户通向外面的停车场，艾伦以为女儿自己跑出去了，他赶紧向警方求助。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当天下午6点30分，警方接到该地区家长打来的电话，他们说孩子在田里玩耍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。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具小女孩的尸体，而这个小女孩正是失踪的詹妮弗。警方叫来了直升机，把詹妮弗送到最近的医院。她的伤势非常严重，幸运的是她还有微弱的呼吸。她的喉咙被割开，从一个耳朵滑到了另一个耳朵。幸运的是，攻击她的人避开了詹妮弗脖子上所有的主动脉。警方怀疑她还遭到了性侵。虽然8岁的詹妮弗甚至还不太明白性侵意味着什么，这在德克萨斯州的迪金森小镇是个大新闻。还好詹妮弗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她的声带几乎被切成2半。她被告知可能不会再发出声音，她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幸存者。此时的詹妮弗性情大变，她对警察在内的所有男性都不信任。为了尽快侦破案件，警察把纸和笔拿给无法说话的詹妮弗，让她将发生的事情写下来。她把写好的字条递给母亲，再由母亲交给警察。原来出事的那晚，詹妮弗独自在卧室睡觉。半夜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。詹妮弗被抱着走下了人行道，她刚想尖叫，就被捂住了口鼻。男人低声对她说自己是一名警察，他让詹妮弗冷静下来。随后他们上了一辆汽车，男人一边开车一边把詹妮弗抱在腿上。这一刻，詹妮弗意识到大事不妙。一方面，她认为警察是好人，但另一方面，母亲曾告诉她永远不要相信陌生人。詹妮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，她非常害怕，一直哭闹着要找妈妈。为了让她冷静下来，男人把车开进了当地的小学。他告诉詹妮弗，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会让妈妈来这里接她。男人不停地边喝酒边抽烟，他还递给詹妮弗糖果。突然，他对詹妮弗说：“你的妈妈不会来了。”随后，男人发动了汽车，开出了城外，停在一片田野里。詹妮弗焦急地询问男人：“你不是警察吗？你的枪在哪里？你的徽章又在哪里？”此时的詹妮弗对眼前的男人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。男人告诉詹妮弗，自己的枪在后座，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放在了那里。詹妮弗站在前排的座椅上，看向后座。就在这时，恶魔掐住了詹妮弗的脖子，并性侵了这个年仅8岁的女孩。詹妮弗疼得晕了过去。事后，男人还割开了她的喉咙。但詹妮弗醒来时，赤裸身体的她被拽着脚踝拖走在田野里。此时的詹妮弗强忍着疼痛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她知道装死是她唯一活下去的机会。来到田野中央，男人放开了詹妮弗的腿便离开了，任由她在那里流血等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太阳升起了，地上的火蚁叮咬着流血的詹妮弗。她听到孩子们的嬉笑和狗叫的声音，可是她叫不出声，她的力气只够将手放在脖子上捂住伤口。终于，孩子们发现了詹妮弗，她得救了。詹妮弗记得男人看上去很油腻，脸上似乎有疤痕或者其他东西。她记住了男人抽的香烟品牌以及啤酒的名字。那晚，詹妮弗甚至还问出了男人的名字叫丹尼斯。她记住了所有的细节。警方请来了画家，詹妮弗用书写文字的方式描述着男人的长相。新闻播放着男人的画像，实验室也在努力提取现场衣物上的 DNA。遗憾的是，90年代 DNA 技术并不完善，案件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这样的结果让詹妮弗十分沮丧，她拼命想说话，试图表达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，她的嘴里发出了细微的声音，被切断的声带开始慢慢愈合。幸运的詹妮弗在住院期间恢复了声音。不久之后，她出院了，但是案件迟迟没有进展，公众的关注度也在下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获取线索也变得十分困难。时间一晃就过了18年，
新来的侦探蒂姆接手了这个案子，他决心要抓到凶手。蒂姆联系了 FBI， 要求他们分析18年前现场发现的衣物。一天夜里凌晨2点30分，实验室给蒂姆打来了电话，他们告诉蒂姆一个名字，丹尼斯。就是这个名字，当时8岁的詹妮弗在纸条上写过的名字。蒂姆意识到他们找对了人。丹尼斯是一名来自阿肯色州的39岁男子，他刚从监狱中释放。原来在绑架詹妮弗仅6个月后，他因为在酒吧对一名女性性侵而被逮捕。他掐住对方的脖子，并用刀抵住她的喉咙，就像当初对詹妮弗所做的那样。也正是从这次性侵中，他的 DNA 被放进了国家数据库中，最终与蒂姆提交的证据相匹配。他们还找到了丹尼斯的驾驶副本，正如你所看到的，这和詹妮弗当初描述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。警察拿到了逮捕令，并逮捕了丹尼斯。You ever heard Jennifer Schuetz? Yes. Did you ever have occasion come in contact with her? Yes. Tell me about that. No. If you were to see her, I think you would be extremely proud of her. I really do. Oh, thank you. She's alive. Yes. She's alive. She's alive. You want me to tell you she's alive? 听到当年的受害者还活着，丹尼斯失声痛哭。詹妮弗也在等待了18年后，总算得到了安慰。可是丹尼斯并没有得到审判，他在牢房里上吊自杀了。审判日那天，詹妮弗去了丹尼斯的坟墓，宣读了受害者的影响。他对丹尼斯声明：你选择了8岁的小女孩来泄欲和谋杀。多年来，我每天都在想着你，从不放弃寻找你，我做到了。由于经历过暴力侵犯，詹妮弗曾被告知几乎不可能怀孕，但在她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以后，一位医生愿意为她治疗。2年以后，詹妮弗有了一个女儿，然后是一个儿子。故事结局还算美好，詹妮弗也是幸运的。现在詹妮弗已经走出阴霾，她用自己的经历鼓励着其他案件的受害人，致力于为他们倡导发声。